盆景玩到一定年限，主干就基本不会增出，生长的势头一般集中在分枝及侧枝上。这一盆玩了几十年的榆树，分枝的粗度几乎超过了主干，没有办法直到种剪枝条，缩枝重养。改造前先把这些叶子摘掉，看得清楚才好动剪刀。榆树要经常摘掉老叶，摘叶可控小叶形，提高盆景的观赏性，增强整个盆景的通风，可以减少病虫害。不仅是榆树，其他落叶树种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，像三角枫、黄芦，9月中摘掉老叶，新芽初长，红黄相间，尤其到11月底，更有3叶红于2月发的意境。叶摘完了，整个树的毛病就显现出来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枝干的粗度比例失调是比较明显的，只能下狠手对它进行种剪。这个是提前蓄养的备用枝，把这个过粗的枝剪掉。对这种结口要一次性修到位。这种干本来就不粗，疤痕过大，原盆很普通的主干就显得更丑了。像这个侧枝要把它剪掉，要放缓它的生长速度。像这种过粗的枝，必须对它进行剥枝减肥处理，或者是剪掉重来。榆树生长快，培育中的控养是十分重要的。这一盆就是控不到位，在生长旺季没有对它进行重剪。控剪从末端的枝条开始，像这种枝就是控的重点。从这里把它剪掉，形成一个枝的起伏变化，又可以抑制枝的增出。这种强势枝要尽量的剪短，强势枝影响整个枝盘的生长平衡，也是造成增出过快的主要原因。对枝盘的修剪，重点是对这些侧枝分布的去留，要使侧枝分布均匀，逐渐剪出所谓的鸡爪枝。对这种悬崖末端的修剪，要顺其自然，生长不会像上端那么旺盛，修剪要保持自然飘逸的状态。这个枝盘的粗度估计2年时间就得剪掉重来。枝干失衡在榆树、三角枫这类生长快的树种中是常见的。控制枝的增出速度，一是在枝的蓄养中达到理想粗度的1半或者是2/3的时候就把它剪掉，要给枝条后续成型过程中继续增出留有余地。二是要控肥控水，这一盆就是没有在生长期进行单独的控养所造成的。榆树好养，但往往忽视对它的控养，对修剪和管理放任了，它的生长就会得寸进尺，带来很多遗憾。这里有几条根是补上去的，补了2次，根长成了，要把这个枝去掉。对这种枝与干比例失去平衡的盆景，有2种补救的办法：一是全部截掉重来，二是剥枝减肥。这个最上端的枝也是进行了第2次大的动剪，现在枝与干的粗度是基本相同。这个侧枝生长旺盛，把这个侧枝拿掉。对枝条进行减肥处理，从枝与干的结合部开始。先在这个接口剪一个基本的形，主要是定一个剪的粗度，以此为参考，逐渐往后对干进行剥离。剪只能从枝的下端进行，要保留上端的芽点。修剪要顺着枝的水线进行，这样才会显得自然一点。
榆树的愈合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大约1年的时间，这些伤口就基本完全愈合。修剪好了，抹上愈合剂，用锡箔纸把它封好。现在这个季节无需对它进行遮阴处理，榆树的生命力强，发芽也快。操作是在9月中旬进行的，1个星期后它就长出新芽，这个时候要把多余的芽抹掉。这个动了大手术减肥的枝条，现在已经发出了新芽，切口也开始愈合。等后段的枝条完全形成，再进行一次疏枝。好了，一盆老榆树的修剪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山丘浓茶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